最近呢，我跟一个朋友聊起了平成时代的少年漫画，他随口说了一句：“这些老一代的动漫主角好像出门了就不会回家的。”我一想，还真是。1995年的定真寺被陌生的父亲从养父母家叫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1996年的傻东西出门时还说了一句“去去就回”。1997年的小杰第一卷就离开了金鱼岛去找父亲。同一年的路飞第一卷坐着木船离开了风车村。1999年的太一团伙第一集被传送到了数码世界。这些个当时现象级动漫的主角，一开始出门的很多都是到了故事结束时还是没有回到最初的起点。但是10几年前还不是这样的。昭和后期的现象级动画，1974年的宇宙战舰大和号，1976年的三千里寻母记，1979年的银河铁道999，这些作品的主角也流浪，但是他们都是有目的的，达到了目的就要回家。短短10几年间，日本的现象级作品就从为了回家而出发，变成了出发但是不打算回家。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向呢？今天我们从平成时代的动漫游戏开始，聊聊刚意识到泡沫破裂的那几年日本人的精神底色，那就是人生是一场没有归处的旅行。这里是花散里，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先点赞订阅哟。事实上，日本泡沫破裂的开始是1989年，但是日本主流舆论是直到1995年才有了经济环境不可逆变差的共识。这段时间日本社会情绪的逐渐变化，可以看3年前我做频道以来的第一支100万播放影片，被欺骗的一代人如何接受现实。当然了，即使这种危机感还没有扩散为主流舆论时，从泡沫破裂开始就有人成为了牺牲品。1989年初，昭和天皇驾崩，1个月之后，漫画之神手冢治虫也过世，本来就使得社会上出现了担忧时代更替的声音。之后的几个月，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突发事件连续冲击日本舆论，大部分人潜意识里都明白，日本过去10年的国策可能错了。当然，有能力带领大家走错路的人，也有能力摆脱大家的追责，这使得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利影响却得不到任何补偿的年轻日本人中，开始尝试抛弃日本文化中强烈的父权思想。于是1989年，宫崎骏的《魔女宅急便》和伊藤正信的小说《无命之王》成为了现象级作品。虽然他们的创作都是在1989年之前就完成了，但是到了1989年，专业人士们发现了这2部作品在下一个时代的价值。当然，日本主流舆论接受泡沫破裂事实要等到1995年，而1995年的冲击如此之大，是因为发生了2件大事。1月17日，明石海峡发生了7.3级地震，造成了6434人死亡和超过4万人受伤。3月20日，奥姆真理教信徒在丸之内线、日比谷线、千代田线一共5列地铁车厢内释放沙林毒气，造成13人死亡和6000多人入院。受到这种冲击，即使是那些长年以来故意无视经济不景气而抱怨声音的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环境会继续恶化下去。已经吃过了泡沫红利的中产也未必能够维持体面，甚至未必安全。在这种不安的情绪之下，10月4日，东京电视台开始播《新世纪福音战士》，迅速取得了巨大共鸣，这标志着动漫业界新时代的开始。村上春树后来在《地下》和《约定的地方》2本采访集里写道，阪神大地震和沙林毒气事件这2件超级灾难在2个月内连续袭击日本，我从未在历史上见过这种巧合。2件事的共通之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压倒性的暴力。我个人觉得他还少说了一个。这2个事情还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避无可避，遇上了只能自认倒霉，而且是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任何人都可能倒霉遇上。这让过去几十年日本文化中流行的我们能够用某种方式拯救世界的信念失去了群众基础，也让过去5、6年间赶上了泡沫繁荣的人们选择性无视被泡沫破裂伤害的年轻人这种共识受到了冲击。奥姆真理教那帮人从思想上看是邪教，但是最早的一批其实是一群对现有环境不满的技术宅。他们看宇宙战舰大和号，自己画动画搞电子工作，他们相信印度瑜伽，相信超能力，相信通过修行可以改变让人窒息的日本社会。这几乎可以说是典型的 New Age 思想。正因为他们身上有当时的时代共性，沙林毒气事件的冲击才尤其强烈，因为谁都会担心自己生活的地区是否也有一群对于前途绝望的年轻人。与这种年轻人绝望心态对应的动画就是《新世纪福音战士》。在我的理解中，整部动画表达的意思就是找母亲。EVA 初号机外面看是机器人，里面是14岁的少年定真寺，但是驱动他的灵魂是真嗣死去的母亲。这部作品里面没有一个合格的成年人，父亲定元堂极其冷酷，只把包括儿子在内的年轻人们当作工具。母亲在真嗣3岁就已经死了，而且不是普通的死了，是被母鸡给吃掉了。
给主人公做饭的葛城美里是27岁的酒鬼上司，被真嗣喜欢的凌波丽是死去母亲的克隆人，而且是量产型的。和真嗣吵架的明日香，他自己的母亲在精神病院里上吊。这些孩子身边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他们驾驶巨大的机器人，全名叫泛用人形决战兵器，对抗的是叫做使徒的不明生物。这种取名也是对日本社会对待年轻人态度的暗示。于是剧情里他们对抗的真正对象其实是缺失的母亲角色和只会给自己加压力又不肯认可自己还要拒绝提供帮助的父亲角色。14岁的定真嗣在机舱里哭着喊你给卡塔梅达，他认为自己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始终得不到努力的回报，也不被承认价值。组织对 EVA 驾驶员的要求是只要没有死就给我继续开，他不愿意开就换一个。尽管被如此对待，定真嗣还是希望被社会承认，告诉自己不能逃。他想要一个不会嫌弃自己的母亲，想要一个会肯定自己的父亲，想要一个健全的女生朋友。但是他得到的是明日香在结局里说 Kimochi wa Rui。 有了前几届毕业生进入社会之后的糟糕经验，那一年的日本中学生看着这部动画，仿佛在定真嗣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将来。EVA 替这一代年轻人说出了我不想要只会拖自己后腿的家长。紧接着1996年连载之后迅速爆火的游戏王又替孩子们换掉了战斗的方式。之前昭和时代的动漫战斗哲学大致分为3个流派，一个是拳头派，一个是气功派，一个是小宇宙派。但是游戏王是用卡片游戏取胜来让对方出局。同年 Game Boy 平台发布精灵宝可梦也是一炮而红，平成少年不再想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战斗，他们最多能够站在第三方的视角遥控代理人去赢一场不属于自己的战争。当然在此之前，荒木飞吕彦在泡沫破裂第1年就机智地转向了替身战斗。不过 JoJo 还是缺了平成时代的精髓，都没有搞个母亲缺席父亲冷漠儿子一去不回的基本设置。当然家庭关系的解体本身是日本1980年代一贯的文化延续，典型的1980日本城市家庭就是父亲喜欢木关部落或者家族游戏，母亲喜欢金曜日的妻子们，孩子喜欢游戏厅。而泡沫破裂之后继续这个过程，严格的说并非泡沫文化的延续，而是父权的解体。前者是旧制度的繁荣，后者是启蒙运动。因为泡沫破裂之后，平成青少年的父母亲也确实足够不负责。当时的中年人在做的事大概分为3派，一派是肉欲派，造就了现象级作品《圣塔菲》。18岁的宫泽理惠在新墨西哥州拍摄全裸写真集，创造了150万销量。第2派是养生派，造就了海豚动物园、芳香疗法、南太平洋旅游等等热潮。第3派是行为艺术派，寻找各种迪斯科舞厅关张之前的开放日，去最后一晚跟自己挥手，热衷于在露天场地重现泡沫时代的消费文化。3派之间的共识是绝不承认泡沫破了，他们颓废的高消费在进一步加重年轻人替他们还债的压力，不承认泡沫破裂又造就了年轻人们母亲缺席父亲冷漠的体感，使得年轻人们猛然发现，我们这一代的代际冲突并不是一直以为的文化冲突，而是利益冲突，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冲突，甚至是生死冲突，但是又完全无力反抗。这就是 EVA 表达的青少年，宝可梦表达的青少年，全职猎人和海贼王表达的青少年，他们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其实不是离开了家，而是事实上被家庭驱逐出去的。禁书里写阮籍把车马加到天涯海角，说率意独驾不由近路，车技所穷则洞窟而返。他没有目的地，开到没有路了就哭着回去，引申为穷途之哭。而阮籍是士大夫阶级，平成时代日本的青少年们的环境比阮籍糟糕得多，他们也没有目的地，他们走到没有路了也回不去，就只能继续往前走，是穷途无可哭。几年前我看见小镇做题家这个说法时，就总是想起定真是在机舱里喊你给他打没的。当然这并不是一回事，之前说小镇做题家一般说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而不是最近毕业的这些人，更接近凤凰男这个词的全性别替代词。但是当我看到这个词，就会想在日本泡沫破裂后的那代年轻人是不是也有小镇做题家，因为那时日本确实升学热，考公热，这些小镇做题家们难道不知道学历贬值的速度比他们升学还要快吗？他们难道不知道各种证书和岗位的竞争率已经大到几乎不可能入职了吗？他们当然知道，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他们已经是穷途无可哭的状态了，走到了死路，也必须自己一个人继续往前走，继续沿着死路往前走，还可以假装自己有路，但是回到那个母亲缺席、父亲冷漠的家，会立刻失去一切。14世纪初的隐者坚豪法师在《土壤草》中写道：如果化野的朝露从不消散，如果鸟布山火葬场的烟从不散去，如果人世永驻，那么一切的物哀也就没有了。世事无常，正是其美所在。坚豪法师生活在日本的中式大革命时期，他游历各地，看到的满是上层权贵争斗和下层饥饿贫困，瘟疫蔓延，自然灾害频发，体制内外的武士都在打家劫舍，无论是幕府还是平民，都对未来没有期待，保持着一种日子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态。年轻人身上没有丝毫动力和目标。而后土壤草成为了日本文学的一个高峰，是无常观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样的世道，只能接受一个永远在崩塌的世界，并且把崩塌本身当作是世界的本质。EVA 传达的也是这条路。1997年的旧剧场版里，定真寺被告知世界已经无法被修复了。2021年终于给了真嗣一个迟到20多年的结尾，他终于从14岁的驾驶舱里走了出来。这已经很奢侈了，很多贫穷的孩子走了30年还在找出路。泡沫破裂之后的一代无家可归，小智回过真心镇，小杰回过金鱼岛，太一回到过现实世界，只是回去之后问题还在那里。真心镇没能让小智找到什么叫宝可梦大师，金鱼岛没有告诉小杰父亲是谁，现实世界也拦不住数码世界一路入侵到客厅。至于定真寺，他一开始就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各位いけちゃダメだよ。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还有分享呀！我们下期再见。